大家好，我是 Tony， 欢迎收看 Tony 开讲。今天的 Tony 开讲，我要聊的主题是多元史观。这一集节目，我要首次使用 AI 自动配音来辅助我的开讲。这样做是为了提高节目制作的效率。大家应该都有这样的经验，老年人讲话都非常的缓慢，而且说话的时候常常会停顿，而且多了很多的语助词，例如我所以我现在常常讲一句话，中间会停顿好几次，讲得断断续续，甚至要 NG 重录。那为什么呢？这就是老化的现象。年纪大了，思考反应会变得迟钝，有时候心里想的东西却没有办法很流畅地将它讲出来。我30岁的时候上台演讲，说话非常的流利，就像是拿着一支 M16 自动步枪，哒哒哒哒哒哒，说话流利，子弹快飞。但是30年之后，我上台演讲，就像是拿着一支老旧的步枪，会经常卡弹，哒哒卡，哒哒卡，说话变得很不顺畅，所以经常在开讲的时候讲没2-3句就卡弹，就需要 NG 重录，所以非常的辛苦。有时候想起当年的英姿，不免会感慨生不逢时。为什么30年前没有 YouTube 呢？不过现在幸好有 AI 这样的辅助技术，可以帮我自动配音，所以我就想在这一集节目第一次使用 AI 辅助配音，来看看效果如何。那我们的节目现在就正式开始 ，AI 辅助 Tony 开讲。大家好，今天的 Tony 开讲主题是何谓多元史观？我们如何理解别人的史观？所谓的多元史观，是相对于单一史观而言，认为历史是多元性，对于历史的诠释可以并存不同的看法。若以考试题目来说，单一史观就像是非题，对或错，有标准答案；而多元史观则像是申论题或作文题，可以申论各种想法与主张，并没有标准答案。历史观的形成是基于个人、家庭或族群的亲身经验及历史传承。不同的人或族群经历不同，形成的历史观当然也不相同，所以史观多元本来就是人之常情。例如，郑成功在台湾的历史地位，汉人认为郑成功是民族英雄，驱逐荷兰人，收复台湾，而台湾原住民则认为郑成功只是继荷兰人之后占领台湾，且正是政权为了屯田，占领原住民的土地，屠杀台湾原住民。这就是基于各自不同的立场形成的历史观，彼此的史观是对立，甚至是冲突的。既然多元史观是人之常情，那为什么大多数的社会中，单一史观却是成为主流呢？最主要的原因是，由于近代民族国家 nation state 的形成，政府透过普及化的国民教育来提升国民素质，而国家的历史教育也扮演着凝聚国民、塑造全体国民命运共同体的工具。因此多数、主流、优势的历史观就成为正确的历史观，而少数、非主流、劣势的史观则遭到压抑，被视为是错误、不正确的历史观念，必须压制或改正。对民族国家来说，单一史观的教育有其优点，使国民有共同的历史观，而强调我族中心主义，可以激发爱国心，促进国民团结，使国家走向强盛。但是它的缺点也很明显，因为每个国家都这么做时，当国与国之间的史观冲突时，就会变得各自同仇敌忾，互不相让，而演变成激烈的冲突。20世纪发生的2次世界大战，狭隘的民族主义史观难辞其咎。例如，日本学者平野聪就提到，将自己的国家的存在与利益视为绝对，不断煽动民族主义，十分容易打动民众。他提及纳粹主义就是个典型的例子，而2次大战前的日本出现军国主义的极端思想，也是相同的例子。多元史观强调历史的多元性，尊重不同史观之间的差异性，
强调史观之间的尊重与包容。举例来说，台湾的历史教科书将台湾史的历史分期分为史前时代、汉西时代、正式时代、清朝时代、日本时代、民国时代，但以台湾的地域或族群差异而言，这样的台湾历史分期显然并非共同的历史。对台湾山地原住民来说，台湾史的分期可能只有史前时代、日本时代、民国时代。荷兰人、西班牙人、郑成功的政权并没有统治过他们，而大清帝国时代绘制的《台湾舆图》也只绘出半个台湾而已，并不认为山地原住民生活的区域是大清帝国的疆域。直到光绪元年，大清帝国才开始在台湾开山理藩，事实上也没有达成目标。山地原住民第一次真正成为国民是在日本时代，而现今台湾的既有领土包括台、澎、金、马4个区域，而金门、马祖并没有汉西时代，也没有日本时代，所以这样的历史观也不符合当地的历史。可见史观多元而且分歧，才是社会的常态。然而越专制独裁的国家，政府越倾向单一史观，而且会严格控管人民的历史观。例如，最近网络有一则新闻，华裔学者张太苏引述消息说，中国官方动员1000名学者，已经编写20年，完成的106册清史，最近没有通过政治审查，因此无法顺利出版。这套送审的清史被批评受到国外新清史研究影响过大。由此可见，多元史观是无法兼容于中国当局的单一史观。而即使是民主的国家，政府的历史教育通常也会以多数、优势、主流的史观为教学课纲，忽视非主流的史观。不过因为民主国家，人民拥有言论自由，所以少数、劣势、非主流的史观仍然可以自由地发表及流传，使社会的思想丰富而多元。民主国家史观多元，而当史观之间有冲突时，难免形成激烈的辩论或冲突。例如，西方国家常见的左派史观与右派史观的对立，例如台湾社会的统派史观与独派史观的冲突。然而民主的政体可以透过定期的选举，以人民表决的方式和平解决内部纷争。即使短期社会有争辩纷扰，而长期而言，可以避免国家因单一史观的思维缺乏弹性及反省能力而误入歧途。我们回顾历史，就会发现即使是显赫一时、优势、主流的单一史观，也会随着时间而改变。例如，很多人可能听过这个笑话，在1950年代，有人批评政府反攻大陆的国策是错误的，他认为应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两岸和平共处。结果他被以为匪宣传的叛国罪起诉，处以无期徒刑。他在监狱期间深切反省，所以服刑30多年后获得假释出狱。他出狱后改变原有想法，主张要反攻大陆，结果被社会大众嘲笑。这就是史观的改变。30年前，他的主张是领先时代，却被主流社会认为是叛逆的史观；而30年前原本社会认为是正确的史观，30年之后却被主流社会视为是过时、落伍的想法。所以尊重多元史观，倾听不同的立场，包容不同的意见，就国家社会长期而言是利大于弊。而我强调的多元史观，并不表示你要放弃自己的史观，去认同别人的史观，而是虽然我仍信仰我自己的史观，但是我也可以尊重、理解及包容别人的史观。如何尊重及理解别人的史观呢？我认为您可以把史观视为是个人信仰的宗教。台湾是个宗教信仰自由，而且多元信仰的国家，大多数人也都会尊重别人的信仰。然而，如果有一个人只认为自己信仰的宗教是唯一的真神，他视其他的宗教为邪魔歪道，都是错误。要批判他们，反对他们，要改变他们，这就是类似于单一史观的想法。相反的，即使他认为自己信仰的宗教是唯一的真理，但他同时也尊重及理解别人的信仰，而不会去敌视他们、攻击他们，那这就类似于多元史观的想法。每个人一定有自己认同的史观，多元史观并不是要强迫自己去认同别人的史观，而是能站在别人的立场，
去尊重及理解别人的历史观，而不会以自己史观为唯一正确，动辄批评、敌视或攻击别人的历史观了。如果你敌视别人的信仰，那么别人也会敌视你的信仰，史观亦然。孔子曰：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曾子曰：戒之，戒之。出乎尔者，反乎尔者也。我今天的 AI 辅助同理开讲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